这是一个重达上万吨的庇护所，因为它全部由石头打造而成，里面不仅配套十分齐全，外部的造型也相当的炫。不走寻常路的卡尔，硬是在秋风猛烈的时候进了山。他发现一堆年久失修的墙体，抑制不住建造基因的他，当即决定在这里安家落户。只见他先把破旧的石头重新清理一番，让他们彼此都分了家。只有更好的离别，才能让彼此更加相爱。随后他挑选出一些长相清秀的石头，开始规划出大体的区域。在卡尔看来，唯有用石头搭建出来的庇护所才算得上完美。得益于城墙废弃已久，内部的结构早已松动，所以拆卸起来比较简单。好在这里的石头够多，让他收集起来毫无尺度。在经过几番的敲打以后，这些石材足够他可劲挥霍。很快卡尔就把墙体搭建有半个人高，严谨的他缝隙处都要用小石头填充，而且过程中还要预留出大门的位置。随后他去截了几根不成材的小树，将其加工成合适的长度，3两下拼接在一起，再通过绳索的绑定，让他们彼此团结不离不弃，就得到稳定的三角支撑架。不得不佩服卡尔搬运不了的石头，他利用杠杆原理一块块的放上去，只要多调整几个角度，这就能让他省了不少力气。卡尔利用这个方法，将一块块大石头摇摇吊起，很快整个石头屋就已经初具规模。有了合适的墙体做支撑，他把剩余的木棍截成所需大小，将其搭建在屋顶上方当做横梁。看着天色慢慢暗淡下来，他找来更多的细木棍，打算先给自己做个实木床底，铺垫好跟着自己2年多的睡袋。在野外生存，火源是重中之重，既能给自己增加保暖，而且还能做饭。只见他用石头架起来篝火堆，然后起锅烧油，放上今天超市打折时买来的牛排，以及成堆的罐头肉，再配合着2块面包片，让这个夜晚保持体力充沛。不过为了防止四处溜达的火苗误伤自己，他用原木在一旁支起来个防火墙，这样就可以安心睡去。待的第2天一早，卡尔就被冻醒。随着冬天的慢慢靠近，卡尔也不得不加快前进的步伐，毕竟睡在外面容易有躺板板的风险。只见他找来这种被废弃的木板，然后将其一片片的搭建上去。虽然木板破旧了一些，但卡尔主打的就是真实，可谓是就地取材，物尽其用，能零元购的东西不会手下留情。再把整个屋顶全部铺好以后，这才拿出来最值钱的防水布，将屋顶进行有效的覆盖。为了防止其离家出走，他用领条又给加固一圈，随即去附近收集一些绿油油的草皮。这些草皮万万没有想到，有生之年被人当了嫁衣。卡尔将其一片片铺设上去，想要生活过得去，头顶就要带点绿。现在整个屋子完全与大自然融为一体。保险起见，他用小石头又将四周的缝隙填充一遍，这才放心的找来木板来给门口一圈做门框，然后将木板一片片拼接在一起，没有过于华丽的装饰。老白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，门板虽然窄了一点，但放上去大小看着刚刚好。最后再复刻上一个门把手，现在整个石头小屋看起来有了家的样子。既然要在这里过冬，这种野生的壁炉肯定少不了。有了它在家坐镇，就算冬天来临，屋里也一样温暖如春。为了防止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，他都会把烟囱垒出有1米高，带的用石头将烟囱密封后，老样子点燃干柴烈火。随着烟囱冒出一缕袅袅炊烟，卡尔顺手加工几根手臂粗的木棍，为了让自己睡得更加舒适，他为自己量身定制一张实木大床，一根根细木棍整齐划一排列在一起。虽然看着面积不大，但住上一个人没有问题。这就是以后他在野外的单人床了。看得出来卡尔对自己的作品很满意，当即烧了一壶开水暖暖身子。为了奖励自己有了新家，他特意找了附近的小溪准备洗个热水澡。虽然冬天已经到来，但一点也不影响他洗桑拿浴，毕竟他是个随身携带壁炉的狠人。只见他用石头将整个浴盆包围，既能起到保温隔热的效果，而且浴盆还不会轻易的滑落。就这小日子过得也是没水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为了能更好的沐浴在阳光里，他3两下做出来个简易的桑拿房。有了合适的桑拿房，当即就去小溪打了几桶山泉水，待得给烧开一些以后，就可以在冬天洗上舒适的热水澡。不得不说，这是把生活过成了诗。